好吧，今天汇率升这个盘中升超过1.4块后来慢慢回来一点那基本上了就是说央行一定会拉尾盘了，所以拉尾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我今天要不管就股市啊，就汇率开始我先进去看能不能这个点个火，如果点不了火，如果市场力量太大，那我只好让它走吧。然后呢，到了盘中或是最好尾盘，让礼拜五是最后15分钟拉嘛，那就是基本上就至少我让你我们都会讲说，昨天收盘多少？收盘的我们看美股也是这样昨天美股收盘怎么样？你管它开盘怎样？收盘的时候就是至少宣传上可以讲我已经没有跌破30，没有升破30等等所以呢，现在担心的就是1个月就已经跌了10%了美元跌10%了，台币升10%那要升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曾经从40块讲40块，其实黑市都是42、43那个时候，你到什么衡阳路、重庆南路、银楼出去要出国，你不够钱都要去再结，那都要到42、43块。从那时候一路台币升到30、29后来最多还升到25了。所以很多厂商后来就走了。为什么？其实开始的厂商并不想去大陆，谁想去离乡背井到大陆去啊？对不对？那时候没办法，因为逼去的嘛。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台币升的结果就是变成台湾除了你真的有本事能留下来，否则的话你就跑了那另外呢，散户就抢美元嘛，所以美元便宜现在赶快买美元然后呢，因为台币升值就买日元等等除非你真的是刚好要去日本，就买日元就算了否则的话，将来会怎么样，真的还难说了那另外呢，这个网络就塞车了，银行网银APP 塞车，因为大家都想去换因为现在很方便，你不一定要本身到银行嘛，在网络上就可以操作了那另外呢，我们说我们跟美国5月1号完成第一轮的磋商然后台币就暴冲升值。那你说美国没有压迫我们吗？没有说你这个币值我要注意看你会怎么样？我们一定说没有，都没有压迫。我就讲嘛，你被迫你要这个我是被迫强暴，就不是强暴，因为我被迫的我自愿，这是我自愿，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呢，时间也太巧合了吧？怎么可能这么巧合呢那说呢，美国在紧盯嘛，美国盯着你看到底干什么所以呢，所以央行现在只能说道德劝说意思说其实不止道德劝说了那另外呢，这个行政院长跟央行都否认美国对我们施压，那骗3岁小孩嘛，就是美国施压就施压了嘛，还说美国没施压。如果美国没施压都这么重，美国下次再施压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想想这道理嘛因为看了美国施压了，所以厂商赶快急着出口厂急着结汇啦，散户急着这个赶快去解约啦等等网络笑就是说自愿就不算强迫了嘛那自愿呢，所以美国没有压迫我们呢那另外呢，半导体毛利算很高了，就联电都54%，什么57%毛利。台积电都54%、57%毛利了，都担心呢获利会受到影响。说呢，如果台币升值1%，那台积电呢就下降0.4个毛利营业利率了。那如果10%不就是4%吗？4%也很多，怎么少呢？而且是不是就停止了？现在不知道加上关税怎么样，你也不知道那所以呢，这个台积电第2季财测就难，你怎么判断你的财测？你怎么做你的财报就很难嘛。说呢，机械厂恐怕会倒一半，因为台湾的机械不就是台中那边工作母机什么之类蛮强的那所以呢，网络也说你政府不能装聋作哑嘛，有新固产业吗？能够这样让台币一直升吗？所以国民党也说呢，满朝昏君昏臣。联合报社论是说呢，全球都在去美化来避险，只有台湾要脱中入美，而且呢还没有入美，你货币战就先来了。我们看一下。台币升值，汇差波动大，在5号上午点开各大银行 App， 很多都出现延迟或是卡顿的情况。有银行人士就透露，这恐怕是换汇的人流过多。点开银行 App， 光是登录就卡超过1分钟，想强买便宜的美金和日币，但转5分钟后还是显示系统异常，民众哀鸿遍野。
像是玉山、上海商银、台新、中国信托、国泰世华、永丰等多家网银 App 都出现这状况。台新银行证实，因为换汇需求量剧增，导致使用量超出负荷，积极处理中。5月5号台币汇价开盘15分钟内，涨势持续扩大至1元以上，触及29.59元，升1.474元，至少创下2022年6月以来新高。旅游部落客林世璧也分享，一开盘日币持续跳水，真的见到0.20开头，台银及其买汇是0.2075，不知道会不会见到0.1字头。台币狂升，美元贬，专家分析金融业首当其冲。我们国内的话，因为金融业在美元的这个债券的部位也有相当的一个金额哦。那如果未来呈现大幅升值的话，那对于这资产的这个评价可能会产生一个损失的情况。金管会公布，银行、证券、保险首季获利2706亿元，较去年同期衰退8.7%，转为衰退。其中，证券业获利166亿元，衰退42%；寿险业获利849亿元，衰退11.6%。光是财务投资利益就减少171亿元。专家认为，台币升值对保险业冲击也和避险金额有关。专家也说，和美国协商若能谈论和汇率相关，也代表台币走向升值路线会更清晰，也更容易把美元资产撤出。来，永平，我1990年去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念研究所，我们的配享读高中，可是呢，我们都享受到当时留学生的一个最大。你们年龄有差那么多吗？他要叫我阿姨，我跟他妈妈是朋友。主要呢，我要讲的就是说，那时候对留学生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当时去美国换汇1:25，哦，26。然后那个时候呢，出国好，进口好，对，出国好。然后呢，觉得说天哪，怎么台币这么好用？然后我们怎么这么有钱？然后看到纽约呢，怎么到处都是流浪汉，到处都是讨饭的？哦，我当时简直心理震撼落差。我觉得哈，怎么美国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到美国来干嘛？对，当时真的有这种感受。可是我要讲的是，这已经过了35年啊。难道我们的当年1:25、1:26的噩梦又要重现吗？因为虽然对我们小小的留学生来讲是一件不错的事，可是呢，35年前那一波造成台湾的整个制造业全部活不下去，大出走啊，对不对？然后大出走之后呢，本来是低阶的哦，就是技术性不用很高的，什么纺织啊、玩具啊什么的那些出走，结果呢，到了2000年左右，笔记型电脑也撑不下去，也整个出走。所以台湾已经经历了那一波，只是说台湾那一波的转型，好，我们就往更好的科技、更的高的附加值这样转型，算是度过来了。可是大家不要忘了，现在过了35年，这一波台币的这样子强升，影响到什么？不只是出口厂商，不只是精密科技可能会打倒一半。在35年前，大家对于美元变成一个操作的金融工具，甚至自己退休的各种布局或者理财工具，那时候不流行哎，那时候买美元很困难哎。35年前我们那时候外汇管制，然后我们要出国，我还要去提供财产证明，说我家确实有这些钱，我才能够买相应的美元。全部是抢来偷来的。今天是什么状况？是大家想要卖美元跟买美元，把 APP 都搞宕机了。我今天早上也是宕机，我一看到说，我怎么搞的？我为了我的退休考虑，被理专说这个美金很好，5.3%，一定要新钱，请你赶快买美金。我在过去2年就一步莫名其妙在一直买，没想到说我的美元部位怎么就那么高？结果今天呢，一看2字头不得了了，我噩梦重现，脑充血，冲进去想要卖，结果 APP 宕机了，就现在他拉尾盘救了我，至少我1万美金本来就要损失3万多，那他现在起码拉个尾盘呢，我1万美金呢大概损失。本来是35000块台币，现在可能损失3万台币，我还保留5000，对不对？就说这种损失，你自己想想看。现在呢，网络 APP 不是我们这种要准备退休的人在处理，年轻的
他会不会也被美元的高利率，对不对？各种人他的存款各方面好，那如果本来是存钱买房子的呢？或者是说他存钱要准备要结婚要准备生小孩有家庭的呢，他这个汇差一下去对他的打击不大吗？所以我觉得今天35年后民进党政府要小心这一次的为什么全球会出现整个反美浪潮呢？甚至它的影响层面不是只是对领导人压力，是你直接影响选举。对不对？加拿大怎么会在转瞬之间，从觉得美国跟我很友好，一夕之间就变成你最大的死敌？这些问题呢，除了川普很喜欢消费加拿大讲51州，他的各种政策立刻损害加拿大人的利益嘛。譬如说好莱坞电影的100%的关税，各位知道现在好莱坞的电影拍摄地最大的国外比例最高的就加拿大。所以他的每一项政策都打击到你加拿大，对台湾也是啊。那民进党现在赖清德，刚才那个赖委员讲说，全世界都在反美，只有我们台湾一个，不是台湾一个，只有赖清德一个领导人在抱美国的大腿。那他现在在台湾还不知死活的在搞大罢免，那大家就看看嘛，民众的像我们这种的。被美金定存引诱，跑去买了美金的年长的、年轻的各种人，会不会在这一波呢？整个因为民进党的甜美的一个政策，完全的在接下来的有投票的机会大反扑。我最后讲一句，本来大家可能对台湾跪舔美国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可是呢，中国大陆出了一个影片叫不跪。人家在那边不跪，然后列出他不跪的方式，然后我们一看到说，都中文媒体啊，都中文影片啊，大家一看说，原来只有我们在那边跪的还要5毛给1块，台积电去了还不打紧，联电也要去，整个晶片产业链都要去。台湾的民众、选民、受伤的人、财产缩水的人，就像你和我一样，大家作何感想？永平这是切身之痛，现身说法。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莱猪其实莱猪已经可以开放很久了。但是呢，说市面上说看不到美猪，也更看不到莱猪，不是很奇怪吗？那这怎么检查的？现在终于公布了，突然公布了，说呢，澳洲有22.99公吨，1公吨是1000公斤查出来有莱克多巴胺，这第一批说，有莱猪进来，你相信第一批莱猪进来吗？你真的相信吗？全世界他现在都没有，美国也没查到，美国查到什么莱猪没有，都没有啊。是怎么查的？我都很怀疑了那所以呢，说要销毁当然嘛，因为查到了有问题猪了那现在呢，这个主要的猪肉的进口国呢，加拿大、西班牙、丹麦、法国、巴拉圭、美国、澳洲所以呢，其实台湾猪肉很好吃了台湾猪肉好吃，所以台湾猪肉其实比这些国家的猪肉都好吃。台湾牛很少嘛，但是因为台湾有很多不吃牛，另外台湾也没什么牛养猪很多了所以呢，我知道这个很多国家还来看台湾为什么猪肉会好吃那但牛肉就美国牛或者其他牛了那另外当然西班牙的这猪肉是不错的啦，是好吃的伊比利猪肉是好吃的而且欧盟禁用来剂。所以呢，这个杨振昌他是荣总的这个毒物部的医生了，他说呢，他担心早就有来剂超标产品，只是没有验到了。我也相信没有验到。不是说美国其实每年都有进口不少美猪，但是你去看到所有地方都是他没用美猪本店用什么台湾猪，本店用的是西班牙猪，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哪一个店说本店用的是美猪，都没有那美猪到哪里去了呢？所以呢，在也质疑了，说澳洲这个莱猪是不是美国莱猪的敲门砖是不是先表示澳洲有然后呢，反正现在美国也很气所以你不可以标榜这个猪从美国来
也不可以标榜这个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都不能标榜啊哈。而且你为什么不准我们的学校喝那个美国基因改造的这个豆浆呢？为什么不行呢？美国现在一堆抗议啊，就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啊。他说这个叫做非关税壁垒啊啊。所以呢，到底怎样哦？所以呢，会不会变成肉粽来助粽哦？等等哦，你看去拜这个关帝君，那这个肉到底什么肉？我们看一下。干莲、猪肝、猪心小吃黑白切里面使用大量的猪内脏，不过近期呢，有澳洲进口的猪杂被验出莱克多巴胺。食药署公布的猪肉仪表板显示，4月29号一批22.99公吨的澳洲进口猪肉，其他可食用部位含有0.001 ppm 的莱剂，是2021年开放莱猪进口后首次验出。使用莱克多巴胺可以降低饲养成本，但就其他医师质疑，4年来都没有检验出，为何这一次会有？是抽检密度增加，还是方式不同？又或者有业者考量成本低才进口吗？毕竟过量摄取可能会引起不适症状。它是种乙型受体素，如果一个民众在短时间内吃了大量的莱克多巴胺的肉品的话，担心会有什么让心跳过快、血管扩张，然后长期会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会有这么多风险，为何不直接定为零检出？原来在食品安全检测上，0 ppm 是检测极限以下，技术上难以做到完全是0，所以国际才定可接受最低安全残留量。而台湾的法规对于内脏类更严格限制，这回检验出的0.001 ppm 虽然没超标，但医师呼吁政府还是要落实检验。食药署回应检验合乎标准，未来将滚动式查验。然而现阶段没有规定需公开肉品流向，有专家认为，只要业者没标示，消费者也无从得知产地，应该要建立更严格的机制，保障民众自主选择。毕竟开放莱猪已经4年多才首批验出，是否真的是第一次，仍抱持疑虑。好，那么到底啊，这个现在猪到底怎么样？那它未来怎么样哦？学校能不能吃？要不要标示等等哦？老美现在都很清楚，不能标示哦。来，发言人怎么看？伟善？政府绝对会维护人民的这个健康安全的部分，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猪肉的仪表板在之前有这个协约可以开放之后，其实一直以来都会做相关的稽查、相关的检验，也有追踪，所以过去都没有了，这是这几年来的第一例。那在目前为止，那也是看到政府完全是有按照这个该做的程序都有在做，所以并没有说有任何隐瞒的状况。那这一批猪肉未来我们也会追踪它的流向，到底会去到什么样的店面等等的，我们会进行相关的查。那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那也请大家也要比较安心的是说，因为莱克多巴胺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要吃到很大量才会有这个超标的一个疑虑。那大概一个人平均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一天要吃下6公斤的猪肉才会真正的超标。那在这个瘦肉精在整个的这个烹煮的过程中，你只要这个温度提高，基本上它就会分解消失。所以要能够吃到会有这个所谓身体负重的影响，实在机会是不大。比如说我们看蒋万安市长过去也是在美国留学，其实他现在回到台湾也是做了市长，头好壮壮，也长得很帅，身体也是很健康，所以我想这个事情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大家不用过于紧张，政府就是会从头把关到尾。我提一下好不好？我觉得戴发言人这样讲就有点不是那么厚道了，把讲话拿出来说，你看长那么好，吃美国的，我们这里很多都是流行美国的，我就讲不厚道。让我讲完，之前苏贞昌院长让我讲完他这个问题，让我讲完啊！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怎么讲？零检出不是 Codex 讲什么0.01什么 ppm， 是零检出 zero， 一点都不可以。核实也是一样，零检出，换了屁股就换了脑袋。你们执政的时候的开始SA里啊，想黑，然后令我最痛恨的是什么？我们那时候莱猪不是来一个公投吗？反莱猪公投啊！苏贞昌院长的那个中期刊吐嘞，这个有助于我们加入国际经贸组织啊。然后后来当这个外交部的次长李纯就挑明了，说是可以加入 CPTPP。请问 CPTPP 怎么呢？原地踏步踏。英国跟我们同时申请加入，英国已经加入了，台湾连工作小组都没有，人家理都不理台湾。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全民受骗嘛，受民进党的骗嘛。好，第二个我要强调的，你说都没有害啊，什么之类的，你说挂100%那你，那今天我们就要看哦，请问你超验多少？
验多少？原来告诉我们立法院不是这样子哦，告诉立法院是抽验100%最严格，结果抽多少？2%至10%。对，现在抽2%至10%，所以就有主持人刚所提到的那一堆黑数嘞，你就2%到10%而已啊，其他的98%到90%你都没有超哦，你怎么知道没有进来？你怎么知道进来之后他的来记有超标？这些东西老百姓就是因为太早受到民进党这个洗脑，这大家知道，事实上也如此。来记本来就是有毒，本来就不应该吃，应该是0。后来这样子妥协 ，Codex 用 Codex 的标准才给你放宽，放宽之后呢，问题你也不认真检验了，才就检验2%至10%，因为猪肉是台湾人最爱吃的，台湾的猪肉真好。我们真的吃很多的猪肉，所以我们对猪肉它的 quality 我们一定非常的重视。我们不允许有毒的来剂放入这个猪肉。如果真的要的话，那就标示嘛。有人愿意说可小比较便宜，我就吃了，风险高没关系，我自负。这以后的事情他讲的说吃几公斤才这样子，那你就标示。为什么呢？政府也不允许，所以你看很多餐厅都会说我的猪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担心的，到底这一次谈判谈出了什么东西？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澳洲没有人想要进这个来猪进来，当然它的猪是可以用的，牛是不可以用的。对，那为什么第一批居然是澳洲而不是美国？这会让大家觉得好惊讶，而美国现在正在说，你们不准用标示产地哦，现在是美国要求的哦。那请问一下，这次谈判说谈得很顺利，美国有没有提这个要求？我们现在是台积电也去那边设厂了，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说，验出了第一批来猪，不是美国，是澳洲哦。要告诉大家，其实是澳洲，不是美国，不用担心美国猪，是这样子吗？背后到底答应了什么？第三个部分就是汇率的部分，其实汇率的部分远比我们想象中，就是一般小老百姓的损失这件事情，或者是得到，就是说，出口啦，就是我们出去玩啦、旅游啦，很方便，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产业出走是严肃的话题。另外呢，因为我们是从1987年开放外汇管制，然后我们现在呢开放寿险业到海外去投资，其实也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我今天特别到了中央银行统计月报去查了我们的所有的金融机构海外投资，你知道我们所有的金融机构海外投资金额是多少吗？51兆新台币，换算成美元应该是1.7兆美元。那我们是从2015年是30兆新台币，10年下来累计变成了51兆新台币。那这51兆新台币，当然我不知道它是美元比例多少，欧元比例多少，日元比例多少，我现在不晓得这个东西，我在月报上面我看不到。可是这意味着，万一我们这样子的新台币升值止不住，海外的投资的损失，我不知道前线谈判的人对于产业出走的问题知道了多少，对于产业损失的部分计算清楚了吗？对于我们的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可能造成的损失到底有多大，承受得了承受不了，算清楚了吗？我不晓得，因为我们现在他们的谈判是一个黑盒子，他们说很顺利，可是我好奇的是，日本也说不顺利，韩国也说不急着谈，越南也说还要等下一批。那印度本来说是第一个，就突然他不在 F4 的第一批名单当中，只有我们说很顺利，我就不知道顺利的过程当中到底出卖了多少东西。刚刚赖委提到那个李纯哦，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时要辩论哦，什么来做不来做，他是跟我辩论他跟我在民事辩论，那个时候民进党推他出来，他那时候什么中华经济什么研究院的一个什么所长啊等等的，辩论完以后，民进党不是那个公投赢了吗？大家可以做公投的时候，大家都反对吃莱猪，投下去的大家要吃莱猪，就是反对人没去投票嘛，嘴巴讲反对人没去投票。李纯就升了外交部次长，对，开什么玩笑？外交部如果正大外交系、正大外交研究要当次长，要多困难啊！砰就当了次长，然后现在驻 W 辩论赢了赵大哥，他没有赢，但是他就代表民进党赢。他当时讲，我要讲，他就说，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进来猪，我们就可以进 CPTPP。对啊，就讲 CPTPP 讲得很清楚啊。
可以进 CPTPP 啊，他也当官啦，也没进啊。他也当外交部次长啊，他也没进啊。现在驻 WTO 的驻什么欧盟还是什么 WTO 的很大的官呢，的什么大使啊代表就这样啊，乱讲一通，昧着学术良心可以这样乱讲，讲完以后也没达到，然后就升官了，可以这样子干吗？就要再回来。